is waiting. I'm waiting, love. Place your hand in mine. I'll take you to the stars. Oh, I'll show you love.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今天的大众占卜题目是：你心中所想那个人，你们之间的关系能不能有未来呢？台面上总共有3个选项，由左至右。最左边第一组是世界，中间第2组是愚人，右边第3组是恶魔。选择好了吗？我们开始咯。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左边第一组世界牌的朋友，那这边的话洋洋会感觉得到，其实在选到这组的你们其实会蛮担心自己或者是对方，也就是说你们俩之间呢会因为工作，或者是因为在金钱观，或者是在工作上的时间，或是两人之间的距离，因而呢导致于让你们这段关系是没有办法更加的靠近，或者是很难两个人之间是可以建立一段比较稳定或者是比较丰富的感情的这个机会。两个人呢至少有一个人是会比较沉浸于在自己的工作之中，甚至是会非常的希望自己的工作的能力是可以受到认可的，或是从工作上面可以获得还不错的成就，可以获得相对应的报酬。那当然因为很在乎工作，那就会一直不断的把自己的时间跟心力投注在里面，那也会让关系里面呢会变得是比较疏远，又或是比较没有时间是可以更加的靠近的。甚至你们会很担心，如果两个人之间因为工作关系的话，或许在工作的应该说在两个人之间聊天的内容之中，会很容易有都是工作上的话题，比较难可以互相之间倾吐于心事，所以在相处上面的话，就会比较像是流于一种形式上的情况。虽然两人之间在关系里面的话，你会很希望可以更进一步，或是可以更加巩固，甚至也可以因为了未来而更加的努力，让关系呢可以变得更有保障。可是呢，似乎在对方的来看，对你来说的话，你会觉得对方他太过于把工作看得太重要了，反而会忘记要在一段关系里面也是必须要适当的让因为工作在关系之中必须要取得一个平衡，而不再只是单单的以工作为主，或者是说就忘了要去经营一段关系跟经营感情。有时候对方他太过于专注在他自己的工作之中，或者说他自己的生活之中，反而你会很难可以去约到他，或者是很难可以去跟他建立比较稳固的关系。对方他因为太过于看重他自己的成就，或者是太过于看重自己在工作上的表现，所以他会不希望呢自己的思绪或者是自己的时间是有被受到打扰的。所以当你们的约会或者你们一起出去的时候，他有因为要加班，或者突然有一个赚钱的机会，或是有生意要去谈的话，那么他就会舍弃掉你们之间的约定，这是一个比较让你觉得很可惜的部分。那甚至有的人的话，你心中所想这个人，他可能最近因为工作上并没有那么顺遂，或者是说终于有小小一点成就，会花更多时间在工作之上，反而会比较少时间跟你出去，或者是比较少去回应你们之间的讯息，就是说你们之间的互动会显得比较少的。所以因此呢，你在关系里面的话，你会觉得自己经常感觉到蛮孤单，或者是蛮寂寞。因为在对方来看的话，他把他自己看得比较重要，然后你看重是你们俩之间关系相处的情况，那俩之间变得比较不平衡，或者是两之间相处上面有出现这样的一个瑕疵的情形的话，你会很担心自己会不会被他的工作给取代，或者是你们会担心他在他工作上面是不是会有其他所想要去进一步发展的人选，或者是有其他备胎的可能性。其实你会愿意去让他加班，或者是你会愿意让他可以因为自己的生活，或者是为了让自己的未来更加努力，但是你会
会认为说，其实这个人他难免有时候会比较固执，或者是在关系里面他是一个比较不善于言迟言谈的，所以他也不会把他的行踪或者说工作上的状况太过于让你们知道。所以就算对方他一直都有在跟你们互动，或者是他还是会回应你们讯，但是你们还是会认为会很担心他会因为用工作借口来去让你们这段关系分开，或者是让你们这段关系是没有发展的这个机会跟可能性。好，那这边可以看出来说，其实你对这段关系是真的还蛮担忧，就是对方他会因为各种情况，然后想要去让你们这段关系变得比较冷漠，或者是去让你们这段关系有分离的这样状况，所以你会很担心呢，自己是会被取代的。好的，那这样如果说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接下来我们去往下看以下的讯息，在透过牌面上的话，会认为呢，你们这段关系里面最大的绊脚石，其实是有可能在关系中的互动的话是没有办法有机会可以亲自的接触，就是说所谓面对面上的接触，又或者是说你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小脾气，或者是会有一些比较倔强的时候，就算当对方他真的有空，或者说对方可能真的很累，他回应你的时候，那可能你就会因为对方对待你的态度，或者说之前他有反悔的情况，导致于说让你在看待这段关系会觉得比较不满，或者是会有一些的疙瘩，所以你就会比较没有想要去跟对方互动，或者是会想要去试探这样的一个行为。那当有出现试探的情况之后，其实就让你们这段关系会呈现出比较不好局面，或者说是一个比较不好的能量跟磁场。其实对方他也是聪明的，他也是感受得到，只是他在面对于感情的话，他是属于比较笨拙型的，他会比较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或者是比较不知道该怎么去经营。那当然碰到像你是很渴望，或者说你其实会蛮希望对方是可以来照顾你，或者说对方可以去注意到留意到你们的心情。那当然遇到这样的一个两人之间有这样一个很大差距的情况的话，就会容易造成关系上的一个摩擦，或者是说关系上的一个不顺遂的情况。所以呢，在关系里面的话，最大绊脚石其实是来自于说你是没办法去接受这段关系里面对方一直不断的去踩到你的底线，或者是对方一直好像都没有想要用心的去观察去照顾到你们的这段关系。虽然你们会很希望，或者是你们也会很愿意去体谅对方，但是对方这种白目的行为，或者说他这种有点改不掉的这个坏习惯，其实你们会觉得他是不是刻意的，或者说是不是有这种故意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存在。虽然你们在过往的关系里面，其实你们都只有有一次去给对方找借口，或是有给对方一些还不错的理由，就是你也想办法去说服你自己。其实最主要是因为你们会对于说这段关系，你们有很多你们自己的想法，或者是你们会希望说你们自己多体谅对方，或许对方等他忙完之后，他真的就会来好好的安抚你，或是他就会来去照顾到你们这段关系。但很可惜就是对方他并没有。所以在关系里面的话，当你们再也不是主动的那一方的时候，就会显得让这段关系出现比较停滞，或者是比较没有办法往前走的这样状况。那当然遇到这样情形的时候，你就会更加的不生气，就更加的愤怒，或者是说更加的无法去接受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你当他在面对他的时候，你就会不自觉的去宣泄你的情绪，或者说你在言语上面就会显现出让人觉得比较没有那么的悦耳，或者是在跟对方相处的时候就容易会比较有让人觉得比较尖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容易会关系中是有一些争吵的。其实你们真正最想要只是对方他可以来安抚你们，或者说对方能够注意到你们心情，其实你们要的只是一种被对方给在乎的这感觉。但不偏不倚，就是对方就没办法做出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因而就会让你们这段关系呈现出一种比较像是停滞，或者是没有办法向前，反而就是会有倒退的感觉。就是你明明就是很努力想要去去把握住这段关系，但就是因为对方这种白目的行为，或者说对方的不珍惜的这样的这种的个性，
所以你就会认为这段关系里面很难可以去往前发展，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成为你们关系一个很重的一个绊脚石，比较难以去往前迈进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好，那我们来继续往下看之后的讯息。接下来我们往下看，就是在关系里面的话，透过牌面上呢，首先我们这边都有抽到2张的皇后牌，所以就等同于说，在你们的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一个最大的能不能在一起这件事情，或者说能不能有发展这个机会的话，比较多是来自于在女方或者是比较阴柔那一方的他的决定，所以也是等同于说，在关系里面，如果说当你自己或者是比较阴柔的那一方，他选择不努力，或者是想要去放弃掉这段关系的话，其实关系里面就很容易会分离，或者是就不会在一起，会就是停留在原地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这边的话呢，洋洋也同时会认为说，关系里面的话会有一个蛮大的一个可能性的发展，只是因为关系里面很难在以现况来看的话，是很难可以有一个明显进一步的这个机会，又或者是说两人之间确实以目前来看是很难可以比较长时间相处在一起，比较经常会容易碰到断联。那种可能就是会有1-2个礼拜，或者是说会有几天的时间是没有联系到的这样的状况。那也是因为呢，可能对方他本身现在的心事就真的没有在感情里面，或者是说他现在比较没有办法去留意到你现在心中的一些的渴望，或者是没办法照顾到你们的心情。所以更多的讯息是来自于说，会希望如果说你们真的很想跟对方在一起的话，你们要静下心来，先去抚平一下你们内心中那种对他不满，或者是对于这段关系有很多负面情绪跟负面能量的这种波动，你们必须要先去把这些心情给抚平了，或者是先能够放掉这些比较坏的一个比较不好的情绪，才会有办法用一个最正确的方式跟对方相处。因为其实你们都知道这段关系里面应该要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去把握，或者是应该要怎样去经营，才有办法把对方带在你们身边。那如果说当你选择，应该说当你的情绪上来的时候，其实就很容易会用这种比较反面的方式，或者是用比较不适合这段关系相处的方式和对方相处啊，或者是说和对方的这段互动的方式，就这样的状况的话，就会容易让这段关系会有倒退情况，或者是很难可以有进展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关系里面其实最主要的一个掌控权是在你们自己身上，所以因此在神谕卡是想要告诉你们说，在这段关系里面，你们虽然有机会，或者说你们虽然是有可能可以在一起，或者是还没有机会可以暧昧的话，那当你们选择放下，或者说选择去以观察或者是以被动的方式来去看待这段关系，就没有办法进展。那如果当你们选择去主动去表现出你们对说这段关系的在乎，或者是你们用对的方式跟对方相处，又或是你们让对方明确知道其实你的心意是如何的话，其实这段关系里面你们是在未来的有一天是能够获得对方的重视，甚至呢是可以得到对方的青睐跟好感。所以因此呢，在关系里面塔罗牌也会希望说，你必须要先让自己静下心来，然后这段关系虽然现在是没有办法向前迈进，但只要你愿意努力，或者说你愿意等待，又或者是你愿意用你觉得是正确的方式跟对方相处跟对待的话，只要等待时间到了，只要等待对方他把他事情忙完了，或者说对方他已经有得到他所想要在工作上的这样的一个成就，或者说这样的一个财富的情况的时候，他就会愿意跟你分享，或者说他愿意呢，他也会想要把他自己的喜悦让你知道，让你可以感受得到他其实是很在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所以因此呢，从牌面上呢更加可以感觉到说，这段关系里面虽然你们会很辛苦，或者说其实你们会常常觉得自己是很孤单很寂寞，但如果说只要你们心态稍微调整了，或者说我们心态只要稍微修改了一下，或许呢这段关系就是会有一个很大的机会。那当然这段关系到发展一定的程度之前的话，这个所谓孤单寂寞的是一个比较势必的情况，所以接下来的话的日子里面，你们可能还会需要一点时间，慢慢的去让自己能够适应这样目前会让你们觉得比较不好受，或者是比较独守空闺的
这样的一个情形。好，那这边的话呢，如果说以上的讯息的这一题的解牌占卜对你们是有所帮助的话，请记得帮洋洋一起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最近因为有人一直反映说都没有办法看到洋洋的影片，都刚好没有跳出在 YouTube 首页的说明那个推荐的影片，那就是要请你们大家在一起帮洋洋做留言，还有分享、赞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或许在之后 YouTube 就会比较常看到在你们的推荐的影片咯。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中间第二组牌组愚人牌的朋友，那么在验证牌地方，你对于说这段关系的担忧是什么呢？好，这边的话，透过牌面上，你们其实很在乎，或者说其实双方之间呢，都是有在一起经营这段关系，就是其实对方所给予你的互动，或者说所给予你的感觉，其实是有感受得到对方是在乎你们的，那对方他也是会愿意花时间在你们这段关系之间，或者是说他也会适当的对你们表达爱意，或者说会对你们表达他是很在乎你们的这段关系的，只是对方他在自己本身有一些的行为，或者是说他的想法上是跟你会比较有一种冲突，或者是说在关系里面呢，他现在是还没有想要再更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或许是因为他现在会比较着重在于说他希望他的生活可以先稳定下来，又或者是说他希望感情之间是可以发展到一个阶段之后再往下一个步骤，或者再往下一个阶段走，又或者是他会希望呢两人之间是先交往到几年之后才会愿意想要再往更加亲密的这个举动往下走。那甚至有时候你会认为在关系里面的话，你没有办法得知，或者说没办法感受得到对方他究竟是不是有去在乎你们这段关系，或者是说有时候他太过于内心中的感受，或者说他内心中的一些的事情，你是没有办法得知，是没有办法知道的。因此呢，让你会对说这段关系会比较担心说对方究竟是玩玩的，还是他是真的想要和你们之间有认真。其实你会很主动，或者说一直想要去进入到他的朋友圈，或者是去多了解他这个人之间他这个人的一个背景，或者是他在日常生活中他可能喜欢什么样的东西，是对于什么样的事情是很在乎的，又或者是比较会想要知道对方他对于说这段关系中的想法。那当然对方有一部分就是对方会让你们知道，但有一部分对方是不会让你们知道，有时候还是甚至要让你们去猜猜看。所以对方他其实有让你知道说，或者说他有透过行为跟行动方式让你明白他是很在乎你，他也是喜欢你，但是他也很在意你，但是他就还没有想要去给这段关系一个承诺，又或者是没有办法给予这段关系一个明确的一个未来，甚至比较没有办法让你去了解到他的一个生活圈，所以你会很担心，就是关系里面是不是有其他的对象，又或者是你是一个他其中的备胎之一，导致于说让你其实对这段关系你会比较多的担忧跟担心，就是对方他是有很多隐瞒你的事情，又或者是你们之间这段关系里面是不是有存在着第三者，又或者是你是第三者，又或者是对方是有背地着呢偷偷的使用交友软体，又或者说可能是有和他的前任去恢复联系的这样的状况。那少部分的话，你们会很担心自己只是会沦为对方的跑友，又或者是会沦为对方的在情感中的玩物，就是对方还没有那么急着想要跟你们有一个关系上的承诺，或者说还没有办法给你们关系上的一个进展的责任，或者是想要多陪你这件事情，你会比较担心跟担忧自己是他一时这个陪伴的一个人，是一时的，反而是没有办法跟你们之间是走下去比较久的这个状况。好，那这边的话，如果说验证牌让你们有所感应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接下来往下看，在选到中间第二组的在更多的讯息的话，似乎在牌面上的话呢，你们其实这段关系里面其实很难，或者是说你可能会需要点时间，或是你可能需要花更多的耐心去说服你自己，能够去适应到你是必须要能够去接受对方他是会比较
他是更多是来自于爱他自己，又或者是他会很在乎他自己的感受，他会比较不容易的去改变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情形。甚至呢你们这段关系里面很大的一个绊脚石，除了他自己本身的内在的心态之外，还有就是他很在乎他在自己生活中在人际关系上所能够得到的好处利益，又或者是他所付出的每一件事情是不是都能够得到回报。就像是人际关系，他和这些朋友比较经常在一起，就是因为可能可以从他们身上得到什么。那再来就是如果说是工作上的话，就是他一直把时间投入在工作里面，他可能就会希望说自己在工作之中是可以得到相对应的回报，例如说像是升迁或者是升职加薪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当他如果没有办法得到他觉得应该要得到有的回报的话，就容易展现出脾气比较暴躁，或者是比较难以去联络的这样情形。所以呢，你会经常的，应该你们会还蛮经常感受到对方他不仅有点固执，比较难以去改变他之外，甚至呢，如果说你要能够跟他比较靠近的话，是真的需要旁边的人，他身边比较信任的人，例如说像是家人啊，或是很重要的那些朋友所带给予你的评价。当如果说你越跟他们他的生活周遭的人有更多的接触的时候，其实关系里面的进展的机会跟那个几率是会比较大的。那对方他其实有时候会刻意的不要去让你们知道他的进展，他说应该说他的一个生活的状况，或者是说他的生活圈的一些的人事物，那你必须要自己想办法才要就是想办法去知道说这个人他究竟在干嘛，就是或者他身边有什么样的人，多和那些人打交道，或者说多和他们那些人有一些互动，这样子才会有机会让这段关系会有一个比较顺利进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再来就是在这段关系里面，就刚才洋洋前面所提到的，就是当这个人如果说他没有办法得到他所想要的，或者是说他觉得自己所有的努力跟付出都是打水漂的时候，他这个人其实就很容易会消失，会没有办法联系得到他。那这样其实就很容易呢，让这段关系里面就会出现比较停滞的情况，或者是你就会开始去怀疑对方究竟是不是现在身边有其他的人，或者是其他的对象。所以其实这段关系里面会真的需要蛮多你的耐心的等待，或者是你是能够对症下药。因为其实这个人他最想要的就是一个感觉，就是他被别人给在乎，或者是被别人给需要，而并不是呢他想要就是他在对于说爱人的这个部分本身是属于比较薄弱的，反而会需要由你来去展现出你的那种耐心或者是陪伴，那对方可能才会慢慢的展现出他在对于说这段关系他的在乎的这个程度。又不然以普遍来说的话，这组的你们会需要去能够理解，或者说能够去包容对方，他是比起爱情里面他是更加的是在乎他自己的感受感觉，或者是他自己生活的状况。只要他生活不好，基本上这个人就不太想要谈一个稳定的关系，反而就是一个像是吃那种素食的概念，就吃的快乐就好，就是不会还要那么快的有责任。好的，那么继续往下看，你们这段关系的未来是如何？再往下看，在关系中的话，洋洋会认为在以牌面上呢，你们这段关系的未来如果说你们真的很想要在一起，或者是你们真的很希望两人之间是有一个在一起的可能性跟机会的话，那关系之中一定会经历过一次分手断联，或者是两人之间是没有联系还蛮长的一段时间。那当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但是这个中间你们会觉得很痛苦，必须要等到这个比较让你们觉得心碎的事情发生过后，然后对方他再次回到你们身边的时候，然后便两之间开始有一个比较密切的往来跟密切的接触，或者说密切的聊天的时候，这段关系才是会有机会可以在一起的。但如果说你们是没有办法熬过对方所对于你们的冷暴力，或者是没办法熬过对方对于你们的那种断联，或者是没有联系
的这样状况的话，然后你们中间就去找其他人，那当然这段关系就不会有一个在一起的机会，就是等同于说你跟别人在一起，或者说你喜欢上别人之后，那就是你就是另外一件事了，那这段关系就是不会再回到你们的身边。所以因此呢，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杨会认为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你们俩之间会成为朋友的几率是属于比较高的，但例外情况就是刚刚杨所提到的，必须要经历过断联，那也是很漫长的那一种，比如说1-2个月，然后对方都消失了，然后或是你们之间吵架没有联系，对方也没联系你，你也没联系他，两之间就是零互动哦，就是你连看他的贴文或是说跟他偶遇这种都没有，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互动的状况之下，两个之间再次恢复联系才会变成是会在一起的，不然基本上这组的朋友的你们就是属于朋友的这个几率是是比较高的，因为在关系里面的话，其实对方所对于你的定义，或者是说跟你相处在一起，他会觉得蛮开心，或者是他会蛮喜欢跟你相处之间这种所谓的感觉，甚至跟你相处的时候，他也会认为自己是有被你照顾到啊，或者是你跟他以往所认识的那种类型的人是属于比较不太一样的，所以在关系里面的这个互动上，他总是都是带着期待，但是他这种带着期待的状况之下，他又没有办法，或者他也没有想到要对你负责任，或者是还没有想着让这段关系是有个更进一步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想法，那通常这样就会导致于让关系里面他就是比较没有办法想要，或者说他也不会想要去刻意的挽回你们，或是没有想要去照顾到你们心情，所以他才会以他自己为主。因为这个人他自己本身在面对感情的话是比较在乎那种是重感觉的，所以他要找感情的对象通常不会是所谓的避风港，虽然他有时候表面上应该会讲说我想要找一个避风港，想要找一个家，或者是我想要有一个稳定的关系，但实际上这个人当他在真正面对爱情的时候，他的态度上跟他行为上是一样的，就是会让人感觉到是有点玩世不恭，或者是比较没有办法想要定下来，他总是会找很多的借口，并不是他没有那个能力，其实他是有的，只是他在面对感情的话会太过于容易的想要以当下的感受跟感觉为主，比较不会想得那么的遥远，或者是比较不会为了一段爱情，为了想要去经营一段关系而去抛弃他自己本身所想要的东西。所以其实以牌面上洋会认为说这个人他在面对关系上是属于比较自私的，所以因此会希望说选到这组的你们就像是神谕卡想告诉你们说，如果说你们是真的很渴望一段感情，一段稳定的关系，你们是要试着打开你们心中的眼睛，打开你们心中真正的感受，去感受这个世界，感受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那其实你们就会能够去做出一个最适合你们正确的决定，所以千万不要放弃掉身边任何一个好的机会，好的关系，好的一个人，或许真爱就在你们的身边。那也希望说选到这组的你们可以赶快的从这种感情中的伤痛，或者是说这种悲伤感觉给走出来。好，这边的话呢，就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如果对你们有帮助，或是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帮洋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说希望呢，可以经常看到洋的影片的话，也可以在底下方留言，会比较容易呢出现在你们刚开始开启 YouTube 的首页墙的推荐的影片里面。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右边第3组恶魔牌的朋友，那么在验证牌地方，洋会认为说，其实在目前这段关系之中的话，比较多或者是大部分来说，都是由你们主动，或者是由你们来去经营这段关系，甚至有的人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是真的花蛮多的钱、蛮多的时间、蛮多的精力，甚至呢，其实在你们本来身边都有其他的可以挑选的对象，但你们最后呢，只是选择这一个人。不过呢，以目前来看的话，你们虽然选择这个人，你们心中难免会有一些的一点点的懊悔，或者是会一点点的没有那么把握这段关系是不是真的有机会，或者是有可能是可以发展的。因为似乎其实从牌面上的话，会更多感觉得到是你们其实还蛮担心对方他是不会愿意给予你们这段关系一个承诺，或者是给予你们这段关系一个进展的机会。虽然你们只不断在对方展现面前
就是对方的面前展现出你们最好的那一面，或者是给予对方你所能够给他的。但是你们会认为对方是对你们是有所隐瞒，或者是对你们是有所隐藏的，他反而没有想要去因为为了这段关系而有一个就是说愿意去进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又或者是会不想要为了这段关系做付出跟努力。因为其实在关系里面的话，你会能够真正感受到，或者是认为对方是有为了这段关系做什么的话，你是觉得真的没有，就算是主动邀约也比较没有，就是就算邀约出去之后，他也可能不太想要想什么行程，或者说他也不会想要去比如说找你去什么别的地方啊，比较多都是你有提出来，然后对方可能说那也可以去啊，或者是对方也没有想要去为了这段关系多花一些的钱，就是你很少会收到他的礼物，也很少呢得到他比如说请你吃一顿晚餐，又或者是他比较不会花钱买东西买礼物，就是说在这段关系里面，你会很担心自己只是一个人单相思，或是自己一个人在单单的付出，自己或许在关系里面的话，会很担心是不是只是他眼中的一个小丑，会很难可以有关系上一个进展的机会。所以这段关系里面，就算你们一直不断努力跟付出，也还是会很渴望对方是能够看见你们的好，或者是可以对方可以为了这段关系多做一点什么，就算只是简单的一个问候跟关心，你们是也会很愿意，也是很渴望的。那有一部分的话，其实你们会知道说，对方或许他现在或者是他之前呢，是有因为在感情中有受到什么样的创伤，或者是工作上面不顺利，所以你们会想要以他就是说成为他一个温暖的灯塔，或者是成为他心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靠，很重要的一个所谓心情的那种桥梁，然后来去让对方可以赶快的打起精神来。但是你们也会很担心对方是就会这样子一蹶不振，或者是他没有办法看见你们付出，又或者是你们会很担心呢，你们这些付出对方有一天真的打起精神来之后，是就会选择别人等等之类，这些很多不一样的想法。因为其实在关系里面，你们真的已经付出太多，已经付出到你们已经觉得有一点疲乏，或是觉得有点累了，已经开始有点想要去慢慢的收回。可是因为关系之中的感情是还在的，你们是没有办法放下对方，所以其实关系里面，你们现在比较偏向于说像是有一种苟延残喘的一个状况，就是关系里面的进展的这个速度跟速度的方式其实是真的还蛮慢的，但是你们又不想要去放手。好，那这样的话，如果说验证牌让你们觉得有所共鸣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再来往下看，就在宇宙呢想要带给予你们选项这组的讯息。其实这组讯息的杨会觉得还蛮多的，因为在牌面上的话呢，其实你们这段关系一个很多的一个绊脚石。第一个有可能是来自于说他在对于感情中的渴望的想象，是希望大家是能够好的，或者是说是能够长久长远的在一起，又或者是能够一直陪伴着彼此，就算另外一个人再怎么疲累，或是另外一个他在怎么样的低潮，都是能够完全付出的去陪伴对方。还有就是也会希望说这段他的感情是能够被身边的家人啊，或者说身边的亲朋好友给支持的，同时也会希望说在真的决定要进入一段关系，或者是要步入一段稳定的关系之前，他一定要多做比较，或者是他必须要能够完全的能够是因为这个人是有符合到他心中的期待，是能够他要的条件，他才愿意想要去进入到这段关系里面。那或者是他也会希望说关系里面的话，金钱的资金是一定要足够，还有就是能够经常的陪伴在彼此身边，甚至呢关系里面的话，某一方是要两个人之间是可以能够互相调换，就是不同的就是有时候可以互相调换，就是说一定要有一个人比较主动的来去主动的经营这段关系。所以呢也可以知道这个人他在对于说感情他有很多他的想法在，所以因此在这关系里面的话，很大的一个困境或者是很大的这个绊脚石，是因为来自于说这个人他的一个变动的几率是真的有点太高。这个变动几率是指说他内心中的想法，或者是说他脑海里面在对于说一段关系里面他所真正所想要的东西是比较不一样的。
那有一个部分讯就是说，这段关系里面，如果说你们本身是属于同性的话，这会是你们关系里面一个很大的绊脚石，因为其实你们至少有一个人是不想要去公开这段关系，但是另外一个人又觉得可以，所以这个观念上面就会比较不合，甚至也会不想要去公开的这段关系，除了不想让家人知道，也不想要去公开。那这样的话，在想法上面不同的时候，就容易会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摩擦，就比较难以让关系更加的靠近。所以也可以知道说，两人之间在处理关系，或者说面对关系，或者说在经营关系的话，一个是静的，一个是动态的。当静态跟动态两人之间的话，就有点会太过于有摩擦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如果说你们真的很希望关系里面是能够有机会在一起，或者是说是想要去跨越这一些的绊脚石的话，就是你们必须要是除了能够去接纳他这些的想法，或者说他这些的要求之外，也会希望说你们一定要先去调整好你们自己的心态。如果说你们真的很确定要这个人，或者说你们真的很喜欢他的话，你们不仅要成为他心目中的那个典范之外，那当对方他在对于感情比较懒惰，或者说他比较没有想要去发展的时候，你们就还是要变成是一个比较主动的那一个人。然后呢，你们也是必须要继续的保持你们最有新鲜感的那一面。那你们同时也要能够给予背对他身边的家人或说身边的朋友能够去喜欢你们，能够去接纳你们，那这段关系是才会有机会可以进展的。又不然其实这段关系里面，雅人会认为这是所有三组里面所有三种里面的绊脚石是最多的，然后也是最需要花耐心时间，无论是那种人际关系的情感，或者是说工作上面所得到的成就跟财富，都是必须要去能够符合到对方的期待，因为他会希望说他的另外一半，他所喜欢的在一起那个对象的话，他除了要很能够赚钱之外呢，也是要必须要比较外向的，是比较能够跟人群互动的，是比较能够活泼的，也是能够跟他身边的人是有良好互动的。那如果说太窄的话，通常他也不要，又或者是说比较没办法打扮的啊，或者是比较不会跟人群交流的话，他也会不要，因为他也会希望说，就是自己的另外一半是能够有比较多的优点，或者是能够和别人互动这样的一个状况。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说，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在宇宙的讯息之中，其实会比较希望说你们必须要先知道你们在关系里面你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又或者是你们是可以从这段关系里面得到什么。因为在关系里面，如果你们没有想要未来，或者是你们没有想要跟这个人有那种责任上，或者说有明确上的关系，就是跟对方之间的相处，你是能够像朋友的，或者是你是不一定要跟他在一起的话，那但你们是能够一直长久下去。那如果说你们很希望可以成为对方的另外一半啊，或者说要暧昧的机会，其实这个会比较困难，甚至会比较没有这个可能。就是因为在关系里面的话，其实他这个人呢，通常想法上面是属于比较表象的，比较不会那么深沉。但在你的部分的话，也会容易存在于说在表象的情况，甚至现在的你在对于说这个人你在对于这段感情的话，你是有点太过于着急，或者是有点太过于冲动，比较没有就是放下你的心思，就是你会需要是更加的去深层看待你自己心中真正所对于感情上的需求跟认知。或许这人出现在你的生命之中，你会觉得就是一见钟情，或是说两人之间就是一个命中注定的就是说一定会存在的这个所谓的对象，或者说一定会有一个在一起的这个机会跟可能性。但是呢，双方之间其实在相处下来之后，你有发现到很大的差异，其实你自己有感受得到，但是你还是不愿意去面对，因为其实从牌面上看起来你还是没有想去面对这样的一个事情，甚至你其实心中也都知道这段关系如果说要真的进展成另外一半，或者是说两之间关系要在一起的话，势必一定会非常的辛苦，也会非常的困难。所以呢，在关系之中，宇宙想告诉你们，
你们如果说真的很希望跟这人之间是有继续互动、继续联络的话，你们必须要先去跟你们内在对话，跟你们内在的小孩做个沟通，或者说你必须要去跟你内在的小孩去聊聊，去发掘到说你真正渴望的是什么？你是只是想要这个人，还是你是想要这段关系，还是你是想要跟他在一起的这感觉，还是你是真的渴望一段爱情，又或者是你真的很渴望有一个人陪在你们身边？那如果说你们是属于呢后面的那两个，就是你们希望可以有一段的稳定的感情，可以有一个人可以照顾你们，有一段稳定的关系，那当然这个人就或许就是并不是符合你的，或者说是真的不适合你，你可能就要要忍痛的去割舍这段关系的发展。但如果说你们是真的只想要单纯跟对方在一起，能够待在对方身边，或者是说可以和对方在一起的话，会建议你们那就是不要抱持着对于说感情中一定要有一个结果，或者是说一定要交往在一起这个状态，或者说这样的想法。如果说你们本身就抱持一个比较玩乐的话，或者是你们对说这段关系不要再那么紧迫盯人，或者是说不要再过度的付出，给予对方压力的话，其实这段关系是会有机会，会有一个短暂在一起的这个可能性，又或者是两人之间相处是有机会有一个到暧昧的阶段。可到暧昧阶段的时候，其实这段关系后面就会有因为一些的事情，两人之间就会分开来，或者是说就不会有这个在一起这个机会跟可能性。那关系的话，就势必一定会有出现让你们觉得比较痛苦、悲伤、难过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你们可能就要能够去承受。不过呢，至少可以知道说，关系里面你们是一定会成为朋友，或者是你们是一定会有比较长久，或者是一直都可以继续的相处啊，或者说继续有联络这个机会。可是如果说真的要有更多的互动，或者说你想要去更加了解到他的生活圈的话，其实会非常困难，因为对方本来就已经把你列为一个只能当成好朋友的阶段。那好一点的玩咖的话，可能就会把你当成是有那个暧昧的机会，所以就看看你们自己说想要以什么样的做决定，或者是说对做关系的一个期待是什么。好，那这样的话呢，是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如果对你们有帮助，或说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帮洋洋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还有留言。那最近因为有很多的人跟洋洋反映说是在 YouTube 上面都一直没有出现在推荐影片，那就是因为要麻烦你们帮洋洋一起在影片上底下留言还有按赞，那之后就会比较经常出现在你们的 YouTube 的推荐的影片之中咯，就比较常能够看到洋洋所发布的影片。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